大家好，这里是 GH， 新预算家来了，看看强度怎么样。在介绍宝可梦之前，我们先总结一下目前版本下宝可梦 Sleep 的主线。首先，游戏分为日常和充分周。我们先说充分周。目前最有性价比的方法，就是在食谱活动周，通过食谱暴击冲击大师20。这种方法只需要攒够21顿大餐的食材，再加上暴击几率，就可以全倒大师20了。更具体的玩法可以看上期的节目。然后说一下日常的目标。日常的目标就是在能量、梦碎、升级这3方面做平衡。当然，升级这方面主要是针对 Go Plus 的玩家。专注提高能量，抓宠会比较有优势，梦碎也是有保证的。睡眠经验上可能就没法保证给到升级宠。玩法主要就是提高本岛的树果能量。当然，每座岛全抓活力恢复的树果宠是比较极端的情况，我感觉也比较浪费资源，没有必要。专注梦碎产量，梦碎会攒的比较多，睡眠经验也有保证，不过能量不会太高。玩法主要就是梦碎宠组队，当然可以用1到2天提高能量，然后再上梦碎宠。最后专注练级，用 Go Plus 的玩家可以把睡眠经验给到5只升级宠，属于精准升级了，节省了梦碎和糖。不过1周的梦碎和能量会有损失，除非升级的队伍就是上场的队伍。玩法主要就是靠1到2只奶妈保证上场队伍的活力，然后换队把睡眠经验给到升级宠。这里强调一下，我说的主要玩法是比较极端的，其他的玩法当然也可以，但是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。拿我自己来说，我没有练过树果宠，所以即使说要专注能量，也只能是通过吃饭，最终能量肯定是没法和本岛树果相比的。但是优点就是省一些资源，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取舍。关于糖的问题，这3种玩法其实是差不多的。有了这个主线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新宠的定位了。蜥蜴王技能型宝可梦，主技能是树果剧增和勇士雄鹰、迷你 Q 是一类。我们看技能触发次数也都差不多。蜥蜴王更偏向树果能量，可以放到日常里的提高能量的玩法，加上1到2只本岛树果宠就可以了。火焰鸡树果宠在5岛的树果能量是最高的。巨爪怪树果宠在3岛树果能量和9尾差不多。树果宠主要也是偏向树果能量，同样可以放到日常里的提高能量的玩法。正点拍拍食材获取，相比水伊布技能触发次数差不多，2只的话产量和水伊布差不多，只不过有一部分食材是可控的，1只的话没有优势。负点拍拍料理强化，我们主要拿1奶妈加4磁怪和2只负点拍拍加3只磁块比较一下。1奶妈加4磁怪，一天恢复97活力，开808果。2只负点拍拍加3只磁块，一天恢复420活力，开902果。这么看，2只负电数值上更高，当然这只是个简单的对比，
开锅和填食材这2个技能更偏向冲分轴，但是我们之前也计算过，目前版本基本靠2到4只东东鼠，在食谱活动周暴击就可以做到大师20了，根本不需要投入那么多金种子在开锅和食材获取上。所以目前版本这2只宝可梦不是特别有必要抓。最后再说明一下，我只是在比较功利的基础上，把日常和冲分周的大概游戏思路说了一下，方便大家有个整体理解之后，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宝可梦。感谢大家观看。